中国扔掉的甘蔗渣在印度变成餐具，每年用掉400万吨。甘蔗渣究竟是如何变废为宝的？我国能推广这个产业吗？印度多年来一直是世界产糖主力军。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榨季，印度产糖总量3307万吨，超越巴西，跃居世界第一。2022-23榨季，印度产糖量达到了3360万吨，出口量达到了近700万吨。如此高产的食糖量带来的是可观的效益和数不尽的甘蔗渣。据不完全统计，印度每年产生的甘蔗渣大约在400万吨。处理这些甘蔗渣是每个食糖厂老板最头疼的问题。堆在工厂附近，高温一晒，又酸又臭，比恒河水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有人想出了几种处理方式，最简单的就是将甘蔗渣拿来堆肥，变成肥料倒也是可以，不过就是容易产生大量沼气。工厂也不可能再搞个收集沼气的装置，这就容易导致温室效应，对环境破坏严重。后来有人把甘蔗渣拉去发电，通过燃烧产生热量发电，4吨甘蔗燃烧转化的电力才勉强跟1吨煤炭燃烧转化的电力持平，会算账的估计都懒得干。再有就是拿去造纸了，听着非常不错哦。但是由于甘蔗渣纯度低，想造纸还得加入木浆等各种添加剂，成本又呼呼上去了。倒腾了很多年，糖厂的老板没发现秘密，却被一位纸厂的老板窥见了商机。印度某纸厂的老板马克继承父亲的家业，40年来都是用甘蔗渣造纸，如今机器也老旧了，造出来的纸张也赶不上先进造纸技术了。正在老板愁眉苦脸的时候，却看到电视里说印度一次性餐具都是塑料，破坏环境。马克灵光乍现，把心一横，卖房再创业，开始用甘蔗制作一次性餐盒。几经折腾，马克的工厂每天可以生产一次性降解饭盒100万个。工厂不仅解除危机，还率先掌握了既环保又挣钱的新技术。随着印度对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的重视，马克的可降解餐盒得到了很大力度的推广。用甘蔗渣造一次性可降解餐盒，这项技术的好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就是环保，利用甘蔗渣制造的可降解饭盒，经过实验，在地下大约120天左右可以完全降解。实验同样对餐盒的耐油性和金属含量进行了比对，发现重金属含量只有标准值的1/8，非常安全。耐油性和耐水性表现也较好。使用甘蔗渣制作餐盒不仅环保，而且一定范围内保护了有限的林木资源。其次是制成品的强度和质量都有保障。甘蔗渣纤维质量较好，制成的餐盒的强度也就非常高，不容易破损。同时它的质地较轻，容易拿取，而且阻燃性强，不像塑料那么容易着火。最后是甘蔗渣餐盒的可塑性强，可循环利用。别看甘蔗渣硬邦邦的，打成甘蔗渣浆的可塑性却非常强，可以根据模具的要求制成不同形状的餐盒，还可以制造成各种板材、高密度复合材料，应用于家居装饰等领域。这么看，印度还真的挺牛，想出这么完美的解决方案。不过呢，在这方面咱们可从未落后。中国在甘蔗渣制造可降解饭盒这件事上突破可不是一点点。2016年，北京新华社公稿中心发布了一篇名为《甘蔗渣可制成快餐具》的文章。文章中表示，福建省莆田糖厂纸餐具分厂研究成功，用甘蔗渣制成快餐具，并于2015年12月投入生产，日产4万只。也就是说，我国在2015年之前就开始研究甘蔗渣的再利用，且制造降解餐盒已经能够实现量产。2020年，东北大学祝鸿立课题组成功研发了甘蔗渣与竹纤维混编而成的一次性餐盒。通过多次试验显示，该产品仅仅60天左右就逐渐消失，重金属含量为标准值的1/8，耐油和耐水性更胜于甘蔗渣制造的餐具。最重要的是其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于塑料97%，但成本跟塑料差不多。所以不仅是印度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国也早早就发现甘蔗渣变废为宝的秘密了，而且这些年还在不停改进哦。甘蔗渣变废为宝，能解决全球白色污染问题，还有很多的新型可降解材料在不断研发中。譬如可降解的淀粉塑料，这是以淀粉为原料开发降解塑料。淀粉在任何环境中都具备生物降解能力，或挥化或形成气体蒸发，对于土壤和空气都没有危害。而且淀粉是一种可再生资源，取之不尽，环保且节省资源。又如生物聚酯，这是一种由微生物合成的可降解塑料，应用的领域包括食品饮料包装、纺织、家电、
汽车船舶零部件，甚至是建筑业都有应用。这些技术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相关产品未能实现量产。还有植物血球凝集素生物降解材料，这种材料的应用非常广泛，包括医疗、包装、缓释、电学等等，加工性能和表面性能都特别好，无毒无害，食品直接接触没有任何问题。在医疗领域可以用作缝合线、骨骼替代、血管替代、止血塞等等。这些材料凭借着可降解的特性，部分已经实现量产，部分处于起步阶段，但总体来说未来的应用将非常广泛，产业化的前景也非常广阔。话说，这次印度研究的甘蔗渣制造降解餐盒，一方面非常符合未来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也为印度这一产糖大国解决了多年的烦恼，同时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了应有的力量。同样，我国在可降解产品替代塑料这一课题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凭借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实现了部分可降解产品的量产。未来，可降解产品替代塑料已成为必然趋势，解决白色污染是全球共同的责任。每天嗨科普，我是闪电哥，咱们下期见。